作为一台年轻人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咱们上一条视频更新之后呢，我已经从这个新疆回到内地了，云贵川的这一带。关于这条视频里面的很多素材，我是6月的中旬我就去了一趟大连，当时从重庆去大连的，然后我还拍了一组很漂亮的照片，然后穿了一身以前从没有换过风格的衣服，然后大家看了之后，以为我不打算拍以前的乡村人文路线的视频了，以为我要走颜值路线。其实呢，我当时是去大连订房车，我也一直在犹豫这个视频就是我要不要更新，因为以前看我视频是从一个小破车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中途换过很多别的一些车，但是那些车呢都是很普通的车，然后也被很多人说了。就说你这人飘了，换车，然后呢，怎么的呀，就忘了初心了。每一次看到这些评论呢，其实心里面还是有点伤心的。其实人嘛，他就是要不断的往上走，对吧？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肯定是要追求一些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我已经算很低调了。其实我换的这些车呢，都是为了符合我工作需求而去换的车。包括我现在我要换的这台车呢，也是房车，因为我现在目前为止开的是一台 C 型房车，今年过年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呢导致我以前自己改装的那台车，花了很多心血去做的那台车撞坏了，那个发动机维修过，我感觉就不适合开长途，我当时就很无助。那台车出了车祸之后呢，东西很多，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人又在异地的，然后我就找我朋友借了一台房车，然后一直开到现在没还给人家，心里面一直觉得很亏欠，所以呢我就想着，既然我那台车不能开远门，我就干脆自己首付一台个性化定制的这么一台房车，才有了我6月中旬去重庆然后发的那2条视频，还有那一组图片。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去大连看那个厂家考察，然后再订车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呢把这个视频分享出来呢，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因为后台平时包括评论区也有人在问我开的这台房车使用感受怎么样，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在问我要换的那台房车现在到什么进度了啊，所以呢我就分享出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我订的那台房车呢是一台 B 型房车，因为我现在开的是一台 C 型房车嘛， C 型房车它是有一个大额头， B 型房车呢就没有。 B 型房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商务车那种 MPV 加大号的那种，你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那种呼啦啦的那种大车啊。 C 型房车呢它有一个弊端是啥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着 C 型房车，虽然大，空间够大，然后我带着2条狗狗住在 C 型房车里面，空间大也挺方便的，因为我现在有3个人加上我另外2个兄弟跟着我一块儿在做自媒体嘛，所以呢他们俩睡在 C 型房车里面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我们去很多乡下，去很多偏远的地方，那台车那个底盘老是就容易被刮蹭，还有太宽了太高了，那个额头太大了，就开车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还容易限高限宽这些问题出现，让我去不了很多我想去的地方。本来这台车嘛要还给我的朋友，然后我就干脆咬牙就首付一台先订了一台房车。但是呢因为这个房车定下来之后呢，要经过长达2-3个月的这么一个定制，然后呢我也要和厂家沟通怎么去定制我所想要的，在自驾游过程当中因为要符合我的工作环境，因为我开着这车大多数时间我都要住在车上，在车里办公，在车里生活，所以我要根据我日常的这些旅行的经验和使用床车包括房车的这么一个经验结合起来，然后给厂家提这些建议，包括我定制的一些方案，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对这台房车进行修改，对这台房车进行定制，然后达到我最终想要的效果。我6月份当时是去订的房车，也已经交了首付款了，然后呢大概在9月底或者说9月中旬，这台房车就能够交到我手里面。我为什么要订 B 型房车呢？ B 型房车的底盘要稍微高一点，然后它通过性要好一些，同时呢要窄一点低一点，所以呢 B 型房车它相对来说通过性要强一点，但同时呢它牺牲了什么呢？就是空间。不过呢既然是个性
性化定制，所以我房车里面的很多那些空间呢，都是高度合理化利用起来的，不是像现在这台4型房车，它是一台商品房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他按照自己的方案定制好了的，你直接去买成品房车就可以了。但是我这台房车呢，是把那个底盘弄过来交给厂家，然后再根据我的想法去定制改装，达成我想要的。所以里面的很多空间布局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定制的，有很多小细节，包括那个床都是那个根据自己的想法要求去定制的。然后呢，讲了这么多，我给大家放一下当时去大连到这个厂家去了解这个厂家，包括了解这台车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放一些小片段给大家看一下。你好，福特，打开空调。好的。视野比那个 C 型车也好，没有前面那个额头挡着，是吧？对，改完了应该隔音效果要好一点了。改完了，它会对车厢整个那个做那些隔音处理。哦，改完了都有这么舒服的话，改完了应该比这个更稳。这车能开到170-180瓦，但是别开那么快。就给人的感觉这底盘很扎实。要选房车吧，我觉得底盘很重要，不然真的那个开着一点驾驶感都没有，索然无味的那种。可以，这底盘不错。整车高度有2.8米啊，现在是一个裸车的样子，就是底盘。房车改的话，它就是拿一个裸车来改，给你们看一下。它双开门的，之前我那个尾部是开不了门的，那个 C 型房车，开的门里面就是这么一个框架，什么都没有。房车的话，你要改的话哈，你要加装床、加装冰箱、加装卫生间、加装灶台，反正杂七杂八的东西加装以后，那些东西都有接近2吨，1吨多。载重的话，这个底盘达到了4.5吨，挺扎实的。你看这里面这些，光底盘要多少钱？采购价应该在28。28。带电动脚踏，包括它那个智能辅助驾驶啊，它这个不是带独立大梁，但是它这底盘特别能装。它这儿呢也相当于有一根梁，然后这个双胎嘛，后轮也是双胎的，后边有那个钢板，就这个。好了，咱们看完里面的这些片段呢啊，大家也知道我呢试驾了这台车，然后呢，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福特 T8 这个底盘，就是因为它的驾乘体验感受非常好，开起来呀像一台 SUV， 然后呢外观呢看着也挺好的，内饰呢也很有科技感，座椅啊包裹性那些坐起来很舒服啊。我坐的现在这台 C 型房车啊，其实那个座椅非常不舒服，而且 C 型房车吧稍微遇到一点那种抖动啊，就真的太抖了，太颠了。同时呢，那个座椅坐着老是不舒服，对我这个腰椎啊特别不友好。我本来腰椎间盘突出没有好彻底，我现在都是2个人轮换着开车，所以这台福特 T8 这个底盘的车型对我来说，我觉得太友好了，而且很多科技配置，我觉得特别舒服。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下房车呢，它有很多房车厂商，它要自己要有这个资质才能去改装，而不是你一个素人，就是你一个路人甲买了这台房车交到厂家，他就可以给你随便改，而且是要有这个品牌资质的房车厂家品牌方，他们才能负责帮你改，同时呢还要备案的。你自己改的很多东西啊，可能不太那么合规。我呢是找的国内一家非常新的一个品牌，叫陆壳房车，他们这家房车呢可以接受我的个性化定制，我觉得非常好。同时呢，我和我的兄弟杨旭呢，他跟我一块儿去这个厂家，只是先后去的。然后呢，我们共同选的这个品牌，因为我们俩嘛，粉丝加起来其实也挺多的了。我们当时一块儿找的这个房车厂家，跟他谈了，能够接受我们的定制情况下，要按照我们更多的想法去定制这台房车，所以呢，才选了这个陆壳房车。房车的水电嘛是相当重要的。然后陆壳房车给我的这些配置啊，就是热水取暖用的这些锅炉啊，都是高端品牌在高端 C 型房车上才拥有的设备。包括像冰箱啊、空调啊这些配置啊，他们选用的都是房车专用进口级别的这些设备，所以呢，我觉得它给我同等价格上面来说啊，比我在跟其他房车厂家品牌选择的这个配置啊要高得多，所以呢，我就选择了陆壳。因为我当时去了，和他们负责人聊了，感觉他们负责人非常负责。然后我这个人嘛，就是在外面拍这些素材，我也是非常看眼缘。
看这个面相的。当时我选择了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个负责人给我的这个感觉非常好。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品牌，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信得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相同的价钱，你们也知道，然后我能选到更高的配置，这也是我选择他们的原因之一。当然啊，一台房车的好坏呢，不是说一定得配置高，这台房车一定很好。更多的因素啊，是这台房车它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定制，然后路克房车呢，它是能够接受我的一些很多要求去改进的。所以呢，这些点才是决定这一台房车好与坏的一个差别。我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在看这台房车内部啊一些设计，各种各样的一些我的想法，包括房车给我的一些参考和建议在里面。我把这个片段呢放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他们改的一台样品房车啊，我的那台房车呢，它那个电池就是这个拓宝的48伏的，稳定性非常高。这个电池啊，电池的话是放在后部的。特鲁马第6锅炉，它有4个出风口，这个锅炉的价格比别的在价格要高个2、3倍。B 型房车上没装过这个。这个锅炉呢，它其实在 C 型房车上才有，而且那种便宜的 C 型房车还没有。B 型房车上面的话，这个已经是到顶的配置了啊。然后还有那个横置的那个马桶，一般 B 型车上都是有个旋转马桶，你现在开的不也是一个旋转马桶啊？对，像这种横置的 C403横置马桶就显得很高端，坐上去也很舒服。它有4个出风口，热水暖风很稳定，进口产品。还有那个空调啊，它其实也是那个特鲁马抵制空调在这儿呢，都好像是放在这个床下边，为了节省空间。这个位置到时候改出来，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我们上来看一下吧，刚刚在那边给大家展示的概念有点模糊，这个是床嘛，然后到时候这个门呢，它是要关起来的。比如说这个厕所啊，它这打开以后就把这个门封起来了，封起来它这个是独立的，两边门一打开，这儿也要关起来。它3个区域独立以后啊，它互不影响，那个油烟它不往这两边跑，它那个气味啊就控制了。比如说你在外面下雨天大风的时候，你在里面做饭，那就显得方便一点。特别是我们去西北西藏，它风一大，你在外边做饭就很麻烦，那个风沙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天窗，是因为这里有一张床啊，它这个床呢是升降的，可以降得很高的。然后再到这儿来，你们看一下，这儿还有一个这个口子上去还有一张床。因为我们现在有3个人，这真的是拉满了配置。我那台车到时候要改的话，它这个前中控也是要这样拆了，然后做软包。一台 B 型房车，我们要榨干它所有的利用空间，但是呢，这个性价比呢又比 C 型房车漂亮很多啊，配置也拉满了。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顶帐升起来啊，这个电动的，不用手麻烦了。这个顶帐也是在 B 型房车里面独一份啊，因为造价很高，你知道吗？它这个是硬板的，不是那种帐篷布。咱们将来顶上也都铺满太阳能。这个展开以后，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有个槽子，对吧？我睡觉的那个地方是要开个洞，它连接起来，就不从外面上嘛，我们直接从里面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睡觉，躺在这里面睡觉，仰望星空的感觉，真棒啊！这2头都可以放下来，是吧？把它放下来就是这样。蚊帐啊，这防止蚊虫进去。当然，除了以上这些个性化定制，包括这个配置的高低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房车的做工以及它的售后保障。因为你们都知道，房车嘛，它其实售后没有像咱们买汽车、家用轿车这样到处都是 4S 店，你维权呢、维修啊、维护啊各方面的要方便很多。但是房车它不一样，所以呢，你选择对了一个品牌，房车的做工和这个售后最关键的。路克房车呢，它给我的这个售后啊是长达了6年。像其他的房车厂商的话，他们大多数都是3年。这个售后质保对我来说是要求很高的，因为我没有打算买轿车，我也没有准备打算买房，所以呢，我以后的工作可能就是长期在这么一台 B 型房车里面，所以6年的这个售后的这个质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了。我和我兄弟啊，咱俩一块儿沟通，先去试个水吧。但是呢，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没错的。虽然是新兴品牌，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房车的这么一
一个状况之下，一个新兴品牌进来，然后呢，敢以这样的一个售后品质的承诺和保障，同时呢，有这么大的一个诚意，能够接受我的这么一个个性化的定制，所以呢，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我也很期待见到我的这一台新房车，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新房车。这台房车呢，我已经签订合同了，也已经打了首付款了，当时在他们厂里面就直接把订单签下来了。签了之后呢，我当时就去大连那个海边去玩了一圈，所以就拍了那么几组视频、几组照片，就导致大家以为我不更新视频了，就以为我要走颜值路线了啊！不是的，我还是依旧要坚持创作咱们的乡村文旅相关的这个视频。这条视频呢发出来哈，希望兄弟姐妹们能够多多的包涵理解。不是我飘了，搞了这么多年嘛，肯定这10来万的首付款还是有的。我也不买房，就是买这么一台车，以后就为了工作就一直住在上边，一直坚持的做下去。你叫我去干别的，说实话，我现在也干不了别的。目前呢，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好，这个工作呢，我觉得还能做呢，我就继续坚持的做下去。希望大家高抬贵手，不要说我了。真的有时候发个视频都怕挨喷，怕死了啊！咱们这个视频呢就更新到这儿了，咱们新的视频关于我们乡村文旅相关旅行的视频，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拜拜。